大家好，大家好。哎，大家很热情啊，但是我看多数人是瞪着眼睛啊，就是这样，就是觉得哎，怎么长这个样子呀？我没有办法呀，实际上我是人了。因为今天有很多新学员哈，新学员可能也是第一次见我本人哈，哎，我们有缘，不要给我攀缘好不好啊？我长得已经够圆的了，好。刚才谁胆大包天说我们有缘了？请举手，这叫有悟性啊。对，所以以后经常见面，一看这人长得比较顺眼哈，就是顺眼就是随你的心意长的，哎，你就说我们有缘啊，尽量这样说，好不好？好。哎，和我有缘的人还有吗？有。现在不算。你看人家刚才那悟性。对不对？我们就从缘说起吧哈。这个缘分哈，哎，所以很多大师解释，哎，师父啊，什么叫缘分呢？师父几乎都说，这是最难回答的啊，就是千丝万缕，千丝万缕就是好多种讯息组成了今天所谓这一个缘分，就是你看他特顺眼啊，看了之后觉得好像有一种亲情的感觉。有没有人一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种感觉？看这个人就觉得特别有缘分，有没有？请举手。有过的哈，有过的。通常和你说这个有缘分的人，一定是有所需求，对吧？就是要不然你是有色相，就像我；要不你就有财富。就像你们，哎，所以这个缘分真的是很难说清楚。我是说你们，其实我自己也是感觉的，哎，有时候一看这个人，觉得真是有缘啊。但是我呢，其实也不是盲目相信这个缘分。我现在看是过去欠我钱呢，还是我欠他钱呢？还是彼此这个缘分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一般就要深挖，有时候用两只眼睛看不清楚，怎么办呢？就闭着眼睛打坐。当然一睁眼这人已经跑了哈，但是我还继续追查这人到底和我什么缘分？怎么这么我一见他我就心就慌呢？啊，对，那深追的话，说的迷信一点哈，有的追到过去的，怎么回事？仇人，是我前世情敌，哈哈。我这一看，这心特慌啊！哎，前世骗了我的钱啊！这个还有再就是前世和你是很有争议、有矛盾的人啊，前世欠你情的人，或者你欠他情的人，你见了之后有心慌，但是爱慕的一种心慌，这种感觉是一种特别的美妙的感觉啊！所以你遇上这种人之后，你一定要注意，你要注意查看自己，你有没有对象。还有没有结了婚啊？如果两个都有了，就算了吧，心慌一下就拉倒吧，就一闭眼睛5分钟之后，那个人就过去了，就避免一次外交的一个错误行为，好吧？不是有缘分的人都拉到身边来，千万记住哈，这是贪婪。用这个缘分来拉交情的人和推销保险的人多了。我觉得，哎呀，你怎么就前世是我妹妹啊？你前世是我女儿，你前世是我孙子啊？你前世是我爷爷，这根据你的财富多少来决定你是前世他什么东西，前世的什么，你也说不清楚啊。觉得人家对我挺好的，说平时也没人赞美我，是不是啊？也没人拥抱我，今天又赞美又拥抱啊，趁不注意脸上亲两口，哇！从来没人说过我美，到今天有人说我美，你太了解我了哈！我真是看你很亲，就过2天之后给你推销保险，你觉得你不买又不好意思，对不起你前世的亲妹妹，对不对？啊，要注意这个，好吧？哎，
所以这个因缘缘分这个事情，第一个大家不要乱攀缘分那么第二个呢，还是需要有理性面对所有的同修但是缘分我还是说不清楚有很多就是真是叫前世的因缘，除了说你心中有所期望祈求，就是有目的的时候，我要和这人结一个缘分，我为了推销保险，说我缺少一个女朋友，我为了交接个女朋友，我故意攀缘这是除了说故意的之外，但是也有些不是因为长相美，就是觉得哇，这人似曾相识，并且有好感，这个通常都是有说法的，有的是像你，有的像你的亲人，像你爸爸，像你妈妈，还有很多女生找对象专门找的人像他哥哥，像他爸爸那种，是不是也许你没注意，你回想一下你通常要找那个男人，要结婚的那个男人，你可能会找那种像你爸爸，像你哥哥，像你们家人那张脸的，甚至是个性也像你们家人其实是有道理的。为什么牛给牛结婚，羊给羊结婚，对不对这牛和羊结婚的话，就串种了，这肯定是不对路的。所以彼此长相像所以呢，你很多你找对象的时候找和他很像的人我说的原因是属相，除了这个动物之间，他肯定找他同类结婚，对不对那么你找对象的这个感觉呢，你不可能属龙的非得找到属龙的，但是你一定找到你最喜欢那个长相。你最喜欢的长相是什么相呢？就是你们家人的相。所以我们感觉看到一个人有好感，是有综合多种的多样的原因。但是除了看他长得像的有点喜欢，但是有些人就是让你特别的心动，一定是有原因，就是要么说你们俩情缘未了，要么说你们俩还要刀枪相见，就前世的事儿没了呢。像演的电影一样，从秦朝追过来了从秦朝追过来，从明朝追过来，都可能是有的。大家都听说过西藏活佛转世吗？相信这是真的吗？相信。对，但是你相信你也是转世来的吗？相信。没关系，你消化一会儿再回答我。就是科学家有像哈佛教授专门主持的去研究转世学说的人，有些人呢转世回来，前世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尤其是欧洲的科学家科学家是指用他的眼睛、耳朵，一切都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这个行为，才能够证明你这件事情是真的。而且光自己感觉到了还不算，还要让很多人来见证。有一个现在来说是一个大小伙子，一个男人现在30多岁了，都娶妻生子了。但是他在3岁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个小宝贝、小 baby 的时候，只有3岁的时候，刚会说话表达。就那个期间，一直跟爸爸妈妈就是说我的家在哪里？他说了一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呢，离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呢，大约有100公里。小孩子说话一开始家长不注意，他就说什么一定要带我去，我要看我老婆，看我爸爸。说3岁的小男孩哪有老婆呀？他一直在讲前世我是怎么死的。他和人打架的时候被邻村的一个男孩捅了一刀，把肝脏捅坏了，人死了。前一世活到17岁，被人杀死了。小孩子打架其实就是这样，也不是什么阴谋。死了之后，他又很快就转世了，生到了这一家。所以他前世的事情，前世生活的那些事情，所有的事情他都记住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所以等到3岁多的时候，他天天
给爸爸妈妈说呀，把爸爸妈妈说的好烦呢，不带他去，这个孩子真唠叨啊。家长也好奇，那我们试试看吧。那个路途没有高速路，就是一会儿坐船，一会儿坐大巴车一会儿又坐大卡车没有直通的交通工具。海南省是个岛国那样子熬了一天了。傍晚的时候到了他说的那个村子，两边的方言都不同。他出生的这个地方的人不会说100公里之外那个地方的方言，而且两边说话的时候不去认真讲，听不懂。等这个孩子到了那个村庄之后，他还小走不动路了，熬了一天，骑到爸爸脖子上，指挥爸爸来往左拐，往右拐，一会儿到我们家了。到了那儿之后，推门进去，一个老爷爷坐在院子里头，他过去就跪下，爸爸，儿子回来了。这因为17岁的他的儿子被人杀死了，好几年之后他过来了。他爸爸老人家了，就觉得你是谁呀？他就说他前世的名字，因为他这个爸爸家穷的叫做叮当响，什么都没有，除了有人口之外没有钱的，什么都没有。他那个地方也没有宝藏，也没有矿藏，什么都没有。所以很多攀缘的和缘分来骗人，总是因为有所利益图谋，对不对？他这个没有这个利益，这个穷老头没人理他的，就过来一个人认爸爸，而且他们家的人只要一走过来说姐，我是谁谁谁，他就能认出来这是他家的女儿、二哥、三哥、小弟。还有他没有前世17岁就死了嘛，没有结婚的女朋友，他说我带你去我女朋友家，3岁小宝宝，他女朋友都结婚了，可能20-30岁了。这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我女朋友。他说什么一个小孩子，你不要乱说话。说你还不相信呢？那次傍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俩手牵手走到树林里，还干了什么事情？你不能乱说你。对呀，你怎么知道？说我就是谁谁谁哇，说的大家毛骨悚然了，这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因为一个3岁的孩子，如果有人给他做功课，他都记不住而且他的表情就不是3岁的孩子，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表情，而且还会说本地的方言。可是生他的那个爸爸妈妈跟他来的人听不懂当地人在说什么，他就说当地方言。那么在湖南有一个山村，那里都是少数民族，什么彝族苗族那些人，那里头有100多个人转世回来。那么转世有个规律，多数这些转世回来能记得清楚的，多数是青年人或者小孩子去世了，转世回来之后记得很清楚。换句话说，大家都是转世来的，能记得清前世的人不多。所以有些人转世回来就是完成他前世的一个愿望，就是说因为前世的一个愿望，可是这个事情没有前世没有做完，再接着来那么还有的人就是这一世就是为了嫁给谁的，而为了和谁结婚一起共同生活，因为前世的这种情谊使他彼此双方真正有很强烈的说我要给他做夫妻，我要伺候他。还有的就是还债的，有些人一结婚之前2个人郎才女貌，年轻人朝气蓬勃，可是一结婚2年之后，丈夫光遇到一个车祸撞残废了，不会动了，那这个女人很被考验了，伺候他30年50年。为什么这样？还债。所以人不能随便许愿还有立誓言千万不要随便立。有时候你立了这样一个誓言和愿望，今世没做完，来世接着还。
真的是这么可怕。所以大家不要说轻易说，尤其是生气的时候，说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死之类的，尽量不要说这种话。过去说了去了，就呸就没有了哈。就是尽量不要乱许愿，赶快配啊，但是不要配到别人身上哈，是挺可怕的，挺可怕的。对，其实这种事情我自己遇到很多次啊，所以我的师父遇到我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回来了。”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回来了。我还想着可能过2个月才行呢，哎，你提前几个月到了，还先跟我这样说，哇！我以为说我后面的人了，后面没有人啊。师父，你说我啊？是啊，不说你说谁呀？就是你呀，啊！你过去就认识我啊？哎，小孩子你也不懂了，哎，岂止是认识了。哎，就开始教我，我觉得哇，怎么这个人又像父亲啊，又觉得危险，你又害怕他啊，但是特别亲，不需要说解释，师父，我是多么真诚啊，我们不需要去表示，但是我想什么他都知道，我今天有没有好好做功，他知道，他不像我们的老师这样站在跟前说你在干嘛，你在玩玩具，对不对？你在打电玩游戏，他没有，他不在场。这一天我在做什么，他知道。哎，我们彼此之间不需要说怎么样表达彼此之间，我怎么喜欢你，我怎么爱你，我需要考验你，不需要。那种就像认识多年一样，这种感觉。还有的时候遇到某种人突然出来帮你的时候，也是很巧合啊。所以好多的缘分。比如在西藏那个，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过，那个叫布达拉宫，在电视上看过，对不对？有些人去过。有一次我就在布达拉宫下面走路，半夜呀，那些路灯都坏了。它因为算是个城市，有路灯的。那个地方有些那个孩子们调皮，还拿石头把灯泡打烂了，或者停电之类的。黑漆漆我在那走，我也不怕。哎，嘿。一个抢劫的，拿一把刀过来，到腰这儿一顶，掏钱。我说我都没有钱，我都想抢钱呢，你抢我？少废话，掏钱啊！我说真没有，老兄，我真没有，我真的想抢钱。咱俩应该一起合伙去抢才对呀！你这个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啊，是不是？我也是抢匪啊！他说没用，少废话，拿刀顶着我来摸我的兜。这时候有一个说，一个比更加阴冷的声音：“别动，动一下，老子开枪了。”我说今天真倒霉啊，遇上2个劫匪啊！哎，我往后一看，结果是后来的劫匪把前面的劫匪用枪顶住了。哎呀，有帮忙的，哎呀，太好了，朋友，太好，你来的太及时了，不要说话，可不让我说话，哎，就把劫匪的刀子也归我了，哎，把他身上只有20块钱人民币也劫出来了，哎，完了之后，后来的劫匪拿着枪的这个揪着前面的劫匪，走，跟老子喝酒去，就我们变成了好朋友。而在最危难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给人打架的啊，这要学佛的人，虽然是个小孩子。他说，他们俩喝了酒就说，大哥就跟我说，他们2个年龄都比我大2岁。大哥，西藏这个鬼地方太不安全了，劫匪太多了，我们2个保护你吧。哎。哎，后来我就带这2个人见我的师父，啊，我师父见了他之后像认识一样，啊，一见名字就叫出来，过来倒茶。我说师父啊，那这劫匪是你派去的？
那我怎么会派劫匪劫你呢？然后，那你怎么认识他？他说我就觉得他应该叫这个名字啊。那为什么让他干活呢？我看他那个样子就是干活的，他最多这一辈子做个保镖，知道吧？哎，后来师父解释，他其实是护法，在关键的时候他就冒出来了。那么当时我说你派他去的，他说我是让天神保护你的，可是他什么时候冒出来我也不知道，你发生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反正知道有人保护你就行了。就是这样。所以突然冒出来，我就问那个俩劫匪，我问第一个劫匪，你怎么知道我在那路过呢？他说我才不管谁在那路过呢，说我肚子又穷又饿的，他妈我见谁接谁，是不是？正好我最饿的时候出来溜达，碰上你了，就特别的好玩，这种巧合。所以人生这种际遇哈，有时候真的让我去思考这个前世、今生还有来世。所以重新思考佛在佛经里所讲的。我不是劝大家信佛哈，你信啥都可以，你信只要有钱花就很幸福，这也是可以的，这不是什么错误，这是很现实，你只是不开窍而已。你需要提升你的智力，因为你的世界观太小了。你不知道说我看到大山之后很幸福，我听到别人唱歌我觉得很幸福，是不是？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你需要多追求。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说有钱花才是快乐，但是没钱花确实也不太快乐。好，所以钱是转过来的，如果你有印象不管你学佛也好，学道也好那没有关系，其实是人的你追求的这个高度，你的追求的高度越高，就是人就会更好，越高越好。我看完这些东西，以及过去在西藏所研究的这个轮回转世学说，我是非常深信的，是真的有这些事情，是每个人来都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都是与前世就有你这个生命的本体，今世和你父母亲的缘还有和你老师的缘，和你家人的缘分，乃至后来你学什么东西的缘分就是你也是来了缘，甚至是冲愿望来的。那么这里头也包含了说有修行人继续来修的。确实在佛教，他一旦有了这样一个很深刻的说我就要修法，我就要追随你修法的时候，你通常会跟着那个师父转世一直跟下来学习。这种转世的几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西藏的活佛转世，大家在看的纪录片，你们也上网去搜索一下。我认识的好几位转世，他回来之后，是吧？前面给他摆了好多东西来测试，比如光一个念珠，老活佛用这个念珠都又脏又臭，老人家嘛，他甚至是有几十条念珠在那里。如果真是这个转世，那人小孩子过去一把抓来套到自己头上来考察他的那些喇嘛，都在佛教界是有身份的，他的气场也很强，别人都会怕他。可是这样一个4、5岁的一个小宝宝，实际上他就摸着这个，我们都看是大师，摸着头，来坐到这儿，给我捏脚，哇，他把人吓得。因为前世的师父就是让他来这么捏脚的。一个小孩子几岁的过来，拍拍头过来，给我捏脚，就像指挥自己的小狗、小猫一样，那么简单。换一个孩子，一看一个陌生人，哇，穿得那么庄严，留着络腮胡子，都有点怕，对不对？甚至吓哭了。这个不会啊。这个转世人到了他应该去的那个寺庙里，他养的那只狗，见谁都汪汪叫。等他去了之后，坐下，这个狗就坐在那儿，哇，连狗都听他的，就是他就是这里的主人，他非他莫属所以这个转世的这个概念是必然有的。
那我们今世怎么做？很简单，思考一下，今天你为什么来这里？多数人说我这儿痛那儿痛，还有特别相信科学的人就说我来的原因是医生说反正也没有药可救了，我是叫什么有病乱投医呀，我听说这里有点什么好处我就跑来了，这个不是过错，这叫因缘。所以得病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那么很多的病症有些是因病而修行，因病而修行所以我遇到很多我过去去在那个深山里打坐的人来问师兄恭敬的说法，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你为什么这么苦修一天10几个小时都不出屋的，盘腿坐在那里，哇，真是用功我真敬佩你。少废话，我再不好好做我就死了，是这个原因。哇，这样的本来我挺敬佩你的，结果你是怕死你才来这里打坐的。后来发现到我们的禅堂精进修行的人都属于这种状态给他一个更正自己那叫业力的机会。请大家记住一个名词业力中文业力的业就是事业的业，力量的力，业力。业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好和坏的一个集合体，应该有个能量团。那时候业一般都想到坏，它有善业和恶业你做的好事也在这个里面，坏事也在里面，但是有人把它分得清楚，那就是神和天地间自然储存能量的这个就是天地。它不像说我们电脑有个 U 盘，一个盘塞在哪里，在天地之间存储你的能量，不需要有这么一个金属体来存放它，大家知道吗？就在这个自然世界里就存着你的所有的讯息，所有的信息。当你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从婚姻开始，婚姻来临的时候，还有年龄差不多达到50岁的时候，你的此生的大约的业，那个感觉是一种定格了。你的东西是稳定的，坏的就是坏下去，没有什么改变的，好的就好下去，你也不会变坏的。50知天命嘛，就差不多成了一种定格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人的命运当中就是你是一个好命的人，你特别重要的机会，说第一个机会就是结婚的年龄和结婚的时候，你结婚的对象就会促成你结婚之后的后半生的这种生活的命运。所以你们想想你和谁结的婚，你为什么混那么惨，说不定叫对方给连累了。你为什么变得那么好不讲道理的人说我嫁给他他才好的胡搅蛮缠的女人都是这么说的。哇，你真的不错，你很有眼光，你老公发财了。对呀，过去是穷光蛋，从我和他结婚之后，他就还是富起来了。我是旺夫命，这也是女人耍赖说不清道理。是不是很多明明是女的追男的，结果最后说老公你说是不是你当初追我的？很多女的都是不讲道理这样子。对呀，是追你的，你这放了多少陷阱和诱惑呀？是不是你不诱惑人家，人家怎么会爱得上你怎么样被逼的结婚呢？是不是？所以这是他们2个人的是非，我们就不管了。不管怎么着，这叫命运，是不是潘金莲为什么爱上你了？那是恶业，是不是你为什么嫁个土匪呢？也是你的恶业。是不是你为什么嫁了一个最后未来的真正的白马王子呢？是你的善行功德。你为什么嫁了个丈夫之后一下就升官发财，事业兴旺，子孙兴旺，一切都好？功德。我不是很老的年龄，但是我几乎用了差不多一生的时间，我在研究着这个到底功德有没有，业力有没有，转世有没有，才发现这些听起来是神话传说，实际上真的有。
不管你信任何教的，你们自己上网查转世这个概念有没有，你们自己去确认。还有做善事做恶业会不会产生报应因果，我都觉得太准了，太准了，特别的报应啊。比如说你是在一个行善的人，你无论是在佛前菩萨前，还是在你相信的神前，你起誓我从此不做坏事，不做恶业，不伤人，不骗人，不骂人，不偷人，你一个真又发出那个愿望来，你违背了这个愿望，你会遭报应。有一次我年轻的时候修行的时候，我有个小同修啊，我都叫他小师弟哈。小师弟其实是师父收他来做侍者的，他修的机会比较少，通常给师父帮忙啊，有时候也给我帮忙啊，做一些杂活杂事啊。他对宗教是一种笼统的概念，因为他是藏族，西藏人几乎都是信佛的，所以他也自然信佛。深度的东西不懂，也没文化，他跟我什么都说。有一天说，你是佛教这种因果轮回这个真的假的？我说可能是真的。我就不相信，我想骗骗师父，看看师父能不能惩罚我。我说你怎么骗师父啊？我得看机会吧。有一次给师父端饭，前一天的剩饭没吃完，明明就煮了新的饭，因为对师父不敢给他吃剩饭的，这小师弟也把剩饭在里头弄一弄之后，盛一碗剩饭给师父端过去。但是他是告诉我了，我就看师父知不知道。第二个，无论知不知道，我自己受不受惩罚端过去了。师父开饭了啊，这是你喜欢吃这种饭啊，所以今天专门给你做的。我说好啊，你最好把那个新的给我端来。他还说了，师父这就是新的。师父说你找挨揍啊。这是第一次，回来吓得屁滚尿流。在背后跟我说，师父这老头子还真有功夫啊。有一次叫师父抓住了偷着抽烟，师父揪住这耳朵，妈的小兔崽子，你他妈抽烟啊！再抽把你耳朵给你揪下来，知道吗？好吧，不抽。有一次师父出门了，我们俩有空了，说拉萨哪个地方演电影呢？走吧，让我带他看电影去。走，我也想看电影。我们俩去了，露天的呀，不是影院的，随便是找了一个地方就架起来就开始播放电影。他看电影，他看着旁边有些男人点烟抽，他说：“师兄，抽一颗吗？”我说：“不抽。”我抽一颗，忘了师父说你了。说他也不在跟前，说你那么当真干嘛呀？我先抽一颗，别告诉师父。说好吧，我觉得告诉师父显得不够义气哈，抽吧。这样，抽一口烟，拿着花生，咔，这口，抽一颗烟，我就很生气。我说你在师父面前承诺了，对不对啊？我虽然不告诉师父，我就是有没有护法神啊什么之类的，修理这小子，修理他，跟着看他改不改。这我念叨了半天也不起作用，他还是吃的特别香，抽一口烟。等我自己念了半天之后，不起作用的时候，才发现效果真出现了。他哇一声一吐，把烟头吐出来了。他把香烟扔到嘴里当花生吃，舌头烫个泡。我说怎么样，师父灵验吧？从那之后我就特别害怕。其实我开始做人就变得胆小了，平时看着嗓门大，以为胆子大，其实非常胆小。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有神灵啊，而且无处不在呀，随时就在你旁边盯着你，可是你看不见他，这是最可怕的。大家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吗？
大声说出来。那就好。那么许了愿望通常都是善意的愿望，就不能改，改了之后是对你不利的。所以大家，如果你曾经在神佛面前许过要做好人的愿望，所以你当和人相处，尤其是利益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用慈悲心，手下留情，少一点贪婪，多一点付出。你不但不赔钱，反而还会赚更多的钱。所以从那之后再开始研究做人之道。从做人之道懂了之后，我才懂得了什么才叫真正的经营之道、经商之道、教学之道从商之道、做老板之道、做员工之道。你包括你做家庭当中任何一个身份，就开始明白了，都是一样的，是通的。凡是奸商都不能发大财，奸商一旦发大财，钱有了，命没了，千万记住哈。所以我们贪婪的时候，你有没有算过你有命承受吗？当在利益面前发生的时候，你要有贪财好色，这一切都能诱惑你的时候，你还要想你还能活多久。我这样说起来，这话太严重了，对不起，我没有经过思考就冒出来的也许这就是我心里话。所以我们在一切贪婪面前要退一步，在善行善事面前要进一步。对，所以一切善事我就要去跟着去做，跟着行善。路边我说遇到乞丐了，不管真假，能布施给一点就尽量给一点。万一他是神的化现的，佛教徒来说，万一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的，你看他这人有钱了，你巴不得靠近他；这人穷光蛋，又脏又臭的样子，穷人没有几个身上冒着香味的。你看我又穷，但是饿得我全身放着芳香，有吗？谁呀？你就这样等以后我们再鉴定，好吧？以后再鉴定，以后少喷些香水，好吧？所以通常我们越贫穷，其实身上越肮脏。在南方地区又不洗澡，全身冒着那个臭汗味道，没有叫人喜欢的。无论男女，头不梳，脸不洗，是不是全身脏兮兮，谁见都会躲所以他不会吸引人的。但是越是这样的人，我们越应该去布施给他，去供养给他。在加拿大温哥华，那些人都是理性思考的人，都是读了很多书出来的人。好几个人就问我，师父凭什么帮他们了？他该受苦，你不是讲业力吗？这是他的业力所限，我们凭什么帮他呀？你讲的有道理。但是如果这个人老人家70岁的老奶奶正在这里乞讨要饭，如果她是你妈，你会怎样呢？如果这个老爷爷年龄那么老，腿都拐了，还在那乞讨，多冷的天呢，大雪都1米多深，还在那乞讨，你这都多冷吗？他穿的衣不遮体如果这个人是你的爸爸，你怎样呢？他们就说，可是我爸妈生活很好啊。我说今天，明天呢？你能保证吗？今天你对他的这种怠慢这种不理睬，也许明天他就会跪在这儿来乞讨的。因为风水轮流转今天你的富有，也许明天的就变成穷光蛋了。我们就说，如果他是你的爸爸妈妈，如果是个小孩子，如果他是你的儿子呢？你不管吗？我们这种假设，不管有没有道理，我们讲的叫将心比心什么叫学佛呀？学不懂道理吗？学做恶人吗？都不是。你所有大的信仰都是信的是慈悲之道，对不对？基督教讲的时候，爱众生，不是，其实和佛教大慈大悲没什么差别，只是这两个神长相不太一样而已。
都是因为大爱慈悲，我们才会信奉他。大爱慈悲，人家越有钱，你越去帮忙，帮得了忙吗？没有必要的事情嘛，叫做锦上添花，一定是为了贪财好色。锦上添花者，就属于阿谀奉承者，另有图谋。你是为了个人得到更多的利益才这么做，只有雪中送炭才是真正大慈大悲。所以我们乐意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但是你呢，不管什么原因，你做过善事，你有机缘，这一次可能因为这个善的原因，你有机缘来跟我学习一下，有机缘跟我来学习，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我要帮你消业啊。要让大家那个业过去做的错事情，要自己往下排出去啊！还要让大家懂得什么叫善恶，懂得善恶，你才会有所选择，对不对？那你想去做一个善人，没有关系，先有这个意念。但是有任何需要贫苦弱差的那些人群，我们不要说拿全部资产给了你了啊，我要消业，也别这样。你还要照顾到你的生活和家人啊，就拿出一个少的部分，1块也好，10块也好，200也好，1000也好，不要太多，表示你的慈悲慈善的心。这个慈善的心是慢慢的培养，像培养一个孩子一样，或者培养一个小花小树苗一样，需要你慢慢的培养。我希望大家就做一个好人，也要慢慢的培养自己，慢慢的去适应这种慈善的行为啊，这叫行善。